开篇语，这期是小眼神系列，魏无羡绝望时，肖战赋予角色的那些绝妙眼神，值得细品。一，去金陵台探望师姐被发现，逃跑到林间，半失控后的眼神。魏无羡潜入金陵台，远远与师姐对望一眼，千言万语却又无从说起。密林深处，魏无羡游走在失控的边缘，幻觉中依稀看到师姐的身影浮现，面庞依旧含笑，温柔唤他阿羡。即便如今他闯下了天大的祸，夺走了师姐半生的幸福，师姐依旧没有责备，没有怪罪。魏无羡通红的眼眶已经盛不下满眼的泪，绝望中那是唯一的希望，心底有万千的情愫交织，悔恨的、委屈的、无奈的。悔恨的是，终究是自己没有握住手里的刀；委屈的是，到底是谁先招惹了谁，谁把他恶狠狠地逼到了墙角。二，不夜天大门外，魏无羡狠绝的眼神，同样的丑陋，同样的恶臭。魏无羡眼中的阳光熄灭了，换上冰冷的阴火，燃尽善恶。占上风时，便要人多势众，击毁箫鼓；占下风时，便委屈地自称低阶修士。是的，因为你一旦失了这般风度，便要被冠以欺凌弱小的恶名。此类人扑出的阳光正道，果然永远都打着正义的大旗不倒。三，不夜天屋脊上，魏无羡的笑中泪，这是魏无羡最震撼人心的时刻。狰狞的笑浸染了善恶难辨的气息，硕大的眼眸映着月光熠熠生辉，赤红的眼眶噙着愤恨的泪，那泪是轻蔑，是讥笑，是看透虚伪后无尽的荒唐。少年郎威立在屋檐之上，迎风不羁，笑得狂傲嚣张，堪称舍掉半条命演出的状态。肖战的演绎果然代入感惊人，看一遍哭一场，百试百灵。电视剧《陈情令》是由小说《魔道祖师》改编而来，然而在剧情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比如在小说里，魏无羡是掉入悬崖而死，在电视剧中是修轨道被反噬而死。